二姐，二姐，天哪，这不是江若瑶的未婚夫吗？放着嫡女不要，跟那江家的庶女在一起。怎么会是你？若瑶，方才我喝多了。三姐，我也喝多了。你给我起开！贱人，你竟然攀我未婚夫的床！公子，救我！你给我下来！下来！你给我下来！你这个贱人！他们贱人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贱人！疼！好了好了，马上就好啊。你说你晚上擦，早上擦，中午擦，擦，你除了擦药，你还有别的事儿干吗？大事儿做不了主，小事儿又遭人排挤，我们在这家里是受了多少的委屈？你看女儿的脸都毁成这样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只会擦药吗？我们活该被人欺负，贞洁没了，脸也毁了，我们就应该忍气吞声。说是狗被咬了，也得汪汪叫两声吧。够了，都出去。女儿啊，我们的命真的好苦啊！娘，我不苦，我要嫁给周公子。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周公子是你三姐的未婚夫，你看看你父亲这个身份，这事儿能轮得到咱们吗？现在这时候你要嫁给周家，那真是往死了逼大王，到时候咱们全家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我的脸被江若瑶毁了，清白被周艳邦毁了，不会有哪个正经人家要我的。难道我还能在家待一辈子？还是爹要把我送到真女堂？你说什么混账话！事到如今，爹娘却还是只知道一味的责骂我。你们眼看着江若瑶是大房的女儿，叫我处处矮她一头，任她羞辱作践。我猫只要活到现在，眼看那江离都相过三品之家。你们为我筹谋过哪一出？如今看我先了他江若瑶一步，压了他一头，大房还没闹僵过来，父亲先来践踏我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周公子？女儿啊，你这是自甘堕落，你不但断送了你自己，还毁了我一门的脸面，你怎么能怨父母没给你筹谋呢？不然能怎样？我只是个庶子的女儿，我也想我爹是当朝中书令。你平时见你对女儿不闻不问的，今天你耍横了。我觉得女儿说的没错，就因为你是个庶子，前后都矮个一头。他大房到底是个什么呀？庶子，我是庶子好了吧？都怨我。你振作点儿，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呢。当务之急，咱们现在得想个办法，把这个难关渡过去。在劫难逃，江若瑶这门婚事算是毁了。你知道大房为了这门亲事，他费了多少心机？我们能好好的在这儿，那是因为人家还没有杀过来。我看未必。你瞪眼干什么？男女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啊？是他们侯府的公子对我们女儿用了强，我们还委屈呢。他季舒然凭什么不给我们做主啊？让他江若瑶把我们女儿的脸毁成这样，我还要打到他那儿去呢。哎呦，姑奶奶，你可就消停点吧。就算这次被混过去了，那大哥也不会让若瑶跟玉娥共侍一夫的，大嫂也不会善罢甘休啊。
那是以后的事儿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咱们的玉娥和江若瑶对立起来。只要他们俩有共同的敌人，这事儿就好办多了。你是说江离？孙妈妈，哎，去安排人把这里都清理了，然后给他换套新的。是。闹够了？我当它是条忠心的狗，再怎么着也不会抢人饭食，这才处处带着它。没想到，竟然从我身边抢人。母亲，你叫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吗？你还觉得你错的不够？我哪里做错了？就算你恼怒江玉娥爬床，也不应该当着众人的面划破她的脸，带回家关上门，自然有千百种法子折磨她。现在江玉娥破相了，你父亲在家是当家做主的长子，在家外是宽厚仁爱的相国，他已经没脸没皮了，索性在你父亲面前哭死过去。咱们还得去救，你以为你一时出了口气，哪里知道是给他留了余地。他已经是一条死鱼了，但是就这么一寸，就能给他翻过来。是他先勾引我未婚夫的。证据呢？如果是他咬死周艳帮轻薄的他，你怎么说？所以事情变成这样，成了我的错了是吗？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别人毁掉我的婚事吗？你和周家的婚约已经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。你爹是绝对不会同意你嫁过去周家的，若是你撒泼打滚的非要嫁过去，周家断然也是不敢来娶的。你接受也好，不接受也罢，这就是现实。报应，一定是报应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听你的话，去陷害江离和叶世杰，我就不会遭此报应。自己的事情办不好，还有理了？你觉得单凭江玉娥自己能做出勾引周艳帮的事吗？你跟周公子订婚不是一两天了，如果他要勾引，为什么不早勾引呢？母亲的意思是说，他被人利用了。现在你跟江玉娥闹成这样，你觉得在这个家里面，谁最开心？江离，婚约没了就没了，娘亲自会再给你找更好的，但是这笔账，必须要跟真正害你的人狠狠算清楚。袁白也来了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，现在就说吧。大哥，你罚我吧。都起来说话，这成何体统？玉娥她坏了若瑶和周家的婚事，都是我教女无方，我对不起你们，该罚。你们这昨天闹得也太大了，那是皇宫，不是自家后院。我明白夫君为何生气，出了这样的事，若追究下来，的确是我们两家的大祸，他们也的确太不像话了。可如今，圣上不也没言语吗？那是他们命大。昨日之事，我和宁远侯夫人有个私下的默契。这毕竟两家都不好看，他们也想将此事掩盖，风言风语是挡不了的。但横竖不会再出什么大事。我今日在朝堂之上，百官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嘲笑。袁兴啊，若玉娥真对周公子有意，早点说出来不就行了？何必做出这丢人现眼的丑事？子不教，父之过，请母亲责罚。还有你教养出来的好女儿，竟然去伤害自己堂妹的脸，这等恶名要是传出去了，谁还敢上门提亲？母亲，此事确实是若瑶不对，但她与周公子自小就感情颇深，
冲动之下失了理智也是常情啊。若不是玉娥犯错在先，若瑶也绝对不会这样。说1000道1万，都是玉娥的不是。我今天把玉娥带来了，要打要罚，全凭大哥处置。若瑶和玉娥平时相处的不错，我们与周家走得近，这也不是1、2天的事。因着若瑶还未发嫁，孩子们平常相处的斯斯文文，我是看在眼里的。玉娥这孩子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犯糊涂？若不是若瑶亲眼看见告诉我，我也是不信的。要不是被人陷害，我们家玉娥就算借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的。陷害？何人陷害啊？玉娥，还是你自己说吧。大伯父、伯母，我本不胜酒力，可宫宴那天，二姐一直在灌我的酒。等我喝多了头晕想休息，二姐就搀扶着我，说是带我去茶室休息。印象中，我们走了好久好久。现在想来，怕是到了那偏僻之地，到了屋子门口，二姐就借故离开了。我当时头晕的难受，没有多想，只想休息，便进了屋子。哪知周公子也在里头，也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把我认成了三姐，然后就……我当时慌得六神无主，尽力挣扎，却是酒劲未过，身子无力，到底抵不过男子蛮力。后来三姐就出现了。这若是偏僻之地，若瑶为何会过去？我不敢妄说。玉娥，你快说呀，玉娥！但说无妨。我是后来听别人说，二姐把我扶到茶室以后，喊脸就对三姐说她找不到我了。三姐担心我，这才心急忙慌地找到茶室来，然后就……竟有这样的事！怨我，终究是怨我。若我知分寸，就不该在宫宴上借二姐递过来的酒，也不会酿下如此滔天大错。把江若瑶、江离都给我叫过来，两家人当面把事情说清楚，是谁的错，绝不姑息。离儿，昨日在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回父亲，昨日离儿喝多了，不知父亲想问何事？你少装蒜，江玉娥和周彦邦的事情，你说清楚。三妹想问此事。昨日我被四妹灌了很多酒，有些醉了，四妹便扶我去附近的房间休息。周公子和四妹的事，我也是今日醒后才听说的。你胡说！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若不是你暗中搞鬼，四妹怎么可能刚好进入周彦邦那屋？怕是你暗中谋划，故意把四妹引到那儿的。对，我是进去之后才知道周公子在里面的。说来也巧了，四妹扶我进房间休息后，不过片刻，另一个人也在内官的引路下进了我的房间。三妹可知此人是谁？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是叶世杰。他也是饮多了酒，想要找地方休息，可不知为何会被人带到我的房间。不过幸好，我们二人虽然酒醉，却也知道男女有别，同在一屋，与理不合，随后便分别出去了。对了，我还听说了一件趣事：三妹推开周公子所在房间的大门时，还未曾见到人，便开口喊了一声“二姐”。此事又是为何呀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当日跟你同行的几个学子可都听到此话了。三妹怎么突然不承认了呢？其实情急之下喊错人是很正常的，三妹不用这么紧张。父亲，我进屋后不过半盏茶的功夫，叶世杰就进来了。随后我们各自分别回席，叶世杰可以证明我没有时间把四妹送到周公子的房间。叶世杰是你表兄，自然是向着你说话，说不定是你们串通一气。我倒是把你忘了，你说是我把你送到了周公子的房间，可他欲对你行不轨的时候，你为何不喊救啊？宫里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你若是一直喊救，事情未必会闹到如今的模样。那是因为如果我出了声，被人撞破，
怕是会影响三姐和周公子的名声。三妹，感动吗？四妹可是宁可毁了自己的清誉，也要护你和周公子的名声呢。你们两个可真是姐妹情深啊！肃国公，我人已经来了，你派人传信说性命攸关的大事是什么？丽妃想带你出去礼佛。多谢。你唱的这出戏，入戏的人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为了不让这场戏潦草收场，我好心提醒你，丽妃是圣上最得宠的妃子。有所耳闻。下一出准备唱什么？避其锋芒，不急于一时。我看你是觉得叶世杰对你不错吧？要不然你怎么可能现在就愿意和叶家重归于好呢？那个叶世杰人品是不错，长得嘛也算出众，虽然和我比呢还差那么一点点。哎，如果他能一直保护好江离的话，那也是极好的。而且要我说，他们俩经常在一起的话，就方便你对柳絮下手了。江离，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们俩是一辈子的好兄弟，不可能干上他的。你干嘛？江景睿，不可能干上他呀！哎呀，干嘛呀你们？你们这样说我很害羞的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姐姐，我家娘子之前和叶家撕破了脸，现在你独身去求和，我怕你会受委屈。正因如此，我更要去。想必这也是江离的心愿。我想去帮他获得叶家的谅解。姐姐，你对我家娘子真的太好了。其实我也有自己的私心。我记得陆阳离怀乡不远，如今江离的名声已在京城高扬，我也可以缓口气。我想回怀乡去看看。当时是那个人，他说我父亲获罪，被处极刑，恐怕当时并无人为他收尸。隔了这么久，我这个不孝女也该回去看看了。快点，柳絮和叶世杰应该早就到了，快点。好。哎，柳絮，柳絮，你怎么自己先吃了？我早就到了，等了你们好久，你们一个都不来，我就自己偷偷逛了逛。哎，叶世杰呢？叶世杰？叶世杰今天晚上应该是最后一个到。不用。那我宣布啊，我们今天晚上吃喝玩乐所有的花销都由叶世杰付钱。赞成。等一会儿他到了，我再陪你们逛一轮。好。哎，来了。叶表哥，你此次封官，可多亏我们碎尸夺魁呢。对啊，叶郎君，所以今天你得请客哟。不好意思，有件事我忘记跟你们说了。我二叔来京城办事，过几天要回陆阳，所以恐怕不能和你们一起过中秋了。那太没意思了吧？本来咱们都说好了，谁最后一个来就要请客。你这钱没来，人也不来了。就是，太没意思了。太没意思了。各位，我是叶世杰的二叔，我今日啊来的实在不巧，扰了你们几位玩乐了吧？我这心中啊非常有歉意。这样，我在酒楼啊订了雅座，几位若是不嫌弃的话，不妨一同吃个便饭吧。不用了，酒楼上面哪能看得清热闹啊？而且你们述职说话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啊，好，走吧。舅舅，既然舅舅诚意邀请，我也想和舅舅好好聚一聚。好啊。哟，小妹妹，张景睿，你带柳絮好好玩，我回头再约你们。哎，
就是啊，太没意思了吧！扫兴，绝交，回家。哎，你干嘛？刘旭，我知道那边有个游戏，需要2个人一起，而且还有奖品呢。谁要和你玩啊？哎，来都来了，一起嘛！我发誓，肯定特别好玩，一起嘛！那好吧，我就玩一把啊，不好玩我就回家了。走了，走。早就听世杰提起过你，只是没想到这多年不见，已经出落得如此标致了。刚才喊我一声啊，让舅舅好生意外，差点认不出你来了。客官这边请。舅舅许久未见阿离了，自然是认不出。正因如此，今日团聚，我们才要好好庆贺一番。是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阿离呀，世杰这次能得圣上看重，入仕为官，光耀我叶家门楣，这多亏了你呀！昨日我一入城，就听到市井民间都在盛传阿离的美名。来，这一杯，一为道谢，二为庆贺，舅舅敬你。舅舅客气了，我岂敢一人鞠躬？这一杯该我敬舅舅。恰逢佳节，阖家团圆，舅舅为何不到江家一聚呢？舅舅此次入京，就是办点生意上的事情，世杰知道啊，所以来得匆忙，也没有提前通知江家，这贸然前去，怕有打扰啊。既是为了生意上的事，有中书令相助，岂不更方便？那是自然。只是咱们江叶两家已经多年未曾往来了，更何况先前还有些误会，如此怕是过于冒昧了。我知道，舅舅。此事说来是我年幼无知，如今我明事实理。多年我问心有愧，此番只要舅舅想，我定为舅舅斡旋。那就太好了。那明日我便去拜访，可方便？当然方便。既然舅舅到江家探亲了，那我们江家也应当有所回应。回应？不如后天我和舅舅一起到陆阳拜访叶家，这样一来二去，两家也更熟络了。你要去陆阳？嗯。那个阿离啊，此事恐怕要先征得江相国的首肯吧。只要舅舅主动提及，我父亲想必不会拦着我。咱们先吃菜吧，都凉了。舅舅是只想让我牵线，不想让我回叶家。阿离说的这是哪里话呀？舅舅自然是欢迎你回叶家的。那就劳烦舅舅明日到江家时，主动向父亲提一下。就这么定了。行，好，先吃菜吧啊！来来来，朋友还在等着我，我先不吃了。舅舅、表哥，你们吃好。我去送送表妹。这个江里不简单呢。你是不是一早就想好要回陆阳？叶家终究是我外祖家，这么多年了，有些误会该澄清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进宫时，我们被设计一事，你可还记得？记得。其中，有我那2个妹妹的手笔。他们2个？怎么会？所以我在江家的处境，表哥清楚了。你现在还会疑惑我为什么突然想回陆阳了吗？你叫我一声表哥，那日后在京城里，我会尽我之力好好护着你。多谢。我送送你吧。舅舅还在等你，你先回去，我自己走就好。好。江相国，小侄新任，特来拜谢。此事乃圣上恩赐于我，无关何来拜谢。
是指此番前来，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什么事都瞒不过江相国。这位是我二叔叶明轩，此番从陆阳而来，备了些薄礼，还请江相国笑纳。江相国，许久不见呐！是亲家兄弟。此次前来，为何不事先打个招呼？啊，这个，父亲。父亲，我们正好在灯会上遇见了，聊得甚是投机，又不能太晚，我就邀请了叶表哥，还有二舅，一起来家里了。请坐。说来，你也许久未进京了吧？是。此次前来，一是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，这二来是看看我这闲职。毕竟离家这么久了，家中难免牵挂。日后同是在朝为官，还要劳烦江相国多多照看。言重了，叶氏侄才华横溢，想必用不着我提携亦可平步青云。叶老夫人，身体可还好啊？尚可支持，只是这精神呐，一年比一年短了。这人上了年纪，就愈发思念亲人，所以这一次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啊。哦，阿离自出生到现在还没回过陆阳呢。不知江相国可否允许我带江离回去一趟，去看看老夫人呢？回陆阳吗？是，阿离小时候是不愿意，不过现在长大了嘛，我也问过他的意思，他也想回去看一看。这陆阳路途遥远，离儿刚回来不久，此时南下，不合适吧？父亲，离儿从未去过陆阳，若是父亲允许，二舅愿意带我回去。我想着正好趁明义堂岁时结束，学礼无事，我想回陆阳看看。这一路上舟车劳顿，你又从未去过陆阳，吃喝不惯吧？父亲多虑了。离儿在青城山的真女堂住的都能习惯，这陆阳不比真女堂要热闹得多呀。我听你母亲说，这几日丽妃娘娘想要带你一起去修佛，圣旨马上就要传到，在这个时候，你还是待在京城比较好。既然二丫头那么想去陆阳，就由她去一趟吧。母亲，丽妃娘娘那边可以等她回来后再去。我们让舒然去说一说，丽妃娘娘年幼稀老，定会体恤的。为了岁事一事，二丫头啊也是连日受苦，前当是出去游玩放松了。再者，从前叶老夫人也是很疼二丫头的，如今长这么大了，是该回去看看的。其实离儿先前跟我商量过此事，丽妃娘娘叫离儿去礼佛的真切用意，你当真不明白吗？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哪怕离儿真有过失，你又能说三丫头和四丫头就完全没有过错吗？你总归是一家之主，也不能偏心到这份上啊。离儿才刚从真女堂回来，又要她到山里去吃苦，舒然和丽妃娘娘多走动是好事，可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做夫君的也要替她权衡拿捏。舒然呐，私心重，难保有什么不该说的会传到圣上耳边。你做相国的在朝为官，成天被人问及儿女家事，总归是不好的。你想想这个道理，